好久不见的超值性能旗舰，搭载旗舰 SoC Snapdragon 888的 Realme GT 短评测来了。在外观设计上，这次的 Realme GT 采用大家相对熟悉的亮面机身，搭配上黑色矩形镜组的设计。机身一样，采用会随着不同光线进行渐变的设计。整体来说，外观设计相对中规中矩，主流的设计 ID 没有特别的惊喜，毕竟这次的惊喜还是在性能上。不过，圆润的曲面背盖设计在手感上的表现还是不错，规格上不支援防水防尘。机身配置上，电源按键放置在右侧。左侧则是音量按钮，底部保留了先进的 3.5mm 耳机接孔，随附了充电组、透明保护套以及出厂时就贴好的保护贴，一样是打开就能直接使用。接着看到这次最大的亮点——效能，帮你手上的 Realme GT 是陆版，搭载高通 Snapdragon 888，搭配 12GB RAM 加 256GB ROM， 后续在台上市版本还是要以官方公布为主。以下帮你也简单提供所有跑分数据供大家参考。提醒大家，Antutu 跟 3D Mark 测试项目有变动，记得对应正确的测试项目进行对比。依照惯例，帮你还是简单带一下这次 Realme GT 的调教策略。先来说前提，依照目前帮你测过的各家 Snapdragon 888机台以及过去各家历代 SoC 的调教策略来看，在观察测试结果后，基本可以归类成3种调教策略。第一种就是性能开好开满，榨干所有性能、耗电、温度再来说。这种调教通常会出现在旗舰级的游戏手机上，透过散热堆料、外挂风扇以及系统调教来达成一定的平衡。第二种就是相对保守但容易理解的调教策略，就是更大限度的释放 SoC 的表现，不过碰触到天花板后，就开始透过降频等各种手段来控制耗电以及温度。在策略上可以说是暴力，但相当有效。通常会出现在各家搭载888但调教资源相对有限的机台，只是调教相对有限的机台怎么控制温度？别担心，帮你等一下会说。最后一种就是积极的系统调度策略，透过相对细腻的核心调度策略，达成功耗跟温度控制。在测试结果上，通常会看到华丽的调度曲线，华丽到你以为它碰到天花板降频了，但实测出来的结果却相对不错。不过想当然，在调教上会需要更多心力，大多只能在各家品牌的真旗舰看到。虽然说真的在极限测试下，最终还是会降频，但却能大大延长战力，只是也真的很吃品牌调教。好，有了前提，接着我们来看 Realme GT 的测试结果。首先看到 PUBG-M 在 HDR 高清极限帧率30分钟左右的游玩下， Realme GT 的平均帧数落在了 58.9 FPS， 基本可以视为顺跑。而机身温度上， Realme GT 正面来到了最高 40.1 度，背面 38.8 度，跟今年各家888的表现基本一致。 PUBG-M 对888来说还算比较难构成威胁。接着是性能测试软体原神，在连续玩30分钟后， Realme GT 的平均帧数落在了 53.4 FPS， 机身温度最高达到正面 47.7 度，背面 45.8 度，温度高了一些，所以在帧数表现上也受到了影响。在邦尼的测试结果中， Realme GT 虽然释放出更多性能，但随之而来的温度升高也是明显的。而在触碰到天花板后，帧数的确也受到了些影响。整体来说， Realme GT 作为一款超值性能旗舰，用邦尼稍早的分类来看，比较属于第二种。作为一款追求 CP 值的性能旗舰，可以理解在调教资源上相对较少，但还是可以看到 Realme 相当有诚意的在散热硬体上堆料，也延长了高负载下碰到天花板的可能。所以 S888 的机种后来究竟怎么了？邦尼帮大家总结一下，想要驯服好这条龙，可以分成2个部分来看，分别是内部的散热堆料以及系统调度策略。以旗舰级的游戏手机来说，肯定是2个都要好，在外挂风扇。而商务跟大众取向的旗舰机种，则是倾向选择适当的散热硬体，加上更细腻的系统调教策略。以主打 CP 值的机种来说，不能贪心，细腻的系统调教要求多了，但也不能放着烂，你说是吧？所以有诚意的品牌就会选择在这类 CP 值机种上采用更足够的散热硬体，但这也没有绝对，毕竟有许多案例，虽然内部的散热堆满，
但调教一般，也不一定会好过散热堆料普通但拥有细腻调教的真旗舰。所以最后还是跟过去所有 SOC 一样，只能通过实测得出结论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别忘了回来看邦尼评测，就能知道调教方向啦。好啦，说了这么多，你现在至少可以知道今年各家主要的调教方向，也不会只看硬体，而是要看实测结果。后续帮你测更多机型的时候，就能快速掌握重点啦。今天先讲方向，实际案例后续评测一起来看。续航部分 ，Realme GT 拥有4500毫安时，支援65瓦有线快充。在邦尼的续航测试中 ，Full HD 加120赫兹拿下了13小时11分。对日常使用来说，一天一充没有大问题。开启智慧调节更新率，则是可以达到14小时2分。而在快充测试中，邦尼手上的路板充电器只能发挥50瓦的表现，而国际版预期会改成 Type C 的充电器，应该就能达到完整的65瓦。在50瓦的快充中，30分可以充满88%，完整充满耗时大约39分。接着看到萤幕，这次 Realme GT 在规格上采用6.43寸 Full HD Plus 三星供应的 Super AMOLED 显示器，前镜头放在左侧，拥有120赫兹的萤幕更新率，不过下巴是比较粗一些，整体显示效果相较起过去 Realme 在台上市的机种相对更好了。这次在高更新率的最佳化也好上不少。外放上采用双喇叭，以下帮你也提供跟 Realme X50 Pro 的外放对比，供大家参考。接着是相机 ，Realme GT 搭载了3镜头，分别是 f2.3 800万超广角，接着是 f1.8 6400万 Sony IMX682 主镜头，以及最后一颗战略性的 f2.4 200万微距镜头。整体来说，相机表现相对中规中矩。这次的主要亮点还是落在性能上，大概就是性能手机。拍什么照啊？不过主镜头还是有一定水准，对日常记录来说还是够用。以下帮你也提供日夜拍样张。眼尖的朋友应该也发现，这次的浮水印采用置中的排列了。夜间模式部分，主镜头、超广角都可以启用。录影上支援最高4K 60 FPS， 帮你实测可以通过30分钟的连续录影测试，不过裁切范围算比较大的。此外，这次在录影中有一个 AI 影片增强的功能，开启后最高只能录1080 30 FPS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在低光下开启后，相机会更积极的拉高画面整体亮度，不过在噪点上也就更加明显，大家可以斟酌使用。顺带一提，这次居然连录影都有浮水印。
生物安全辨识部分 ，Realme GT 采用光学白光萤幕下指纹辨识模组，同样支援脸部辨识，速度都蛮快的。以下邦尼也提供简单实测。上市资讯部分，邦尼目前还不知道台版推出状况，所以后续大家可以留言补充讨论啦。好啦，本期节目就先到这边，有什么邦尼还没说到，或是你想知道的，直接底下留言，别忘了立刻订阅邦尼，就不会错过更多第一手消息啦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，